来吧，这个算是出了一段时间的玩具啊 ，AT 的不可变形补天式，官方授权，成品合金可动，盒子的外包装还是非常巨大的。外边的峰会二次元效果非常漂亮，同时这里还有烫金的凸出来印刷的变形金刚 logo， 魔术粘扣固定的盖子，打开以后，这边是一些噱头的展示，这里边是玩具的透明窗户，直接可以看到实物。食品方面，一份很大的人物卡，这也算人物卡吧？硬纸的材质啊，一份全彩的英文说明书，里边有详细介绍了这一款的玩法。内容物看起来3层吸塑挺恐怖的啊，但实际呢，只是一个地台、一个本体、2个武器以及这些替换零件了。这一款的地台还是很大的，因为个头也不小，后边是一根合金的棍子。不过这个锁扣有点意思啊，它是这种拧的，哎，都是合金的零件，支撑起来会很稳定，因为玩具本身也很重嘛。首先热破形态下拿出来后边这个小一点的尾翼，无损的咬扣锁在后背上方这里。热破形态下到头顶大概在29公分左右，如果到翅膀尖的话，就差不多快到31公分了。光是热破形态下称重也得有1010克，哇，其实还是挺有分量，2斤了。造型方面，这款其实是参照当时 OX 的一个设定稿做出来的，所以它的样子和我们看动画片里边其实有一些出入，整体的画风会很偏日式一些。全身上下这种漆面处理的效果其实挺棒的，而且脸部的造型也很还原当时 OX 的一个设定图。胸口这一整块零件全是合金，而且上面花纹印刷的也很精美。胳膊肘上方的这3根管子是软胶的材质，很柔韧，在你折动关节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。小腿部分的外圈这里也都是大量的合金块，拿起来非常有分量。可动方面，头部360度旋转，稍微点头抬头有一定的幅度，其实根部这里也算是一个球关吧。肩膀上抬差不多也就是45度的距离啊，拉不起来了。360度旋转会被后边的尾翼挡到一些，但是上抬和前后转这里都是齿轮关节，这点很不错。二头肌360度旋转范围，胳膊肘2段齿轮，折起来也能达到130度左右。手腕根部是一个大球关，全指可动手，同时在关节的内侧这里还做了细节的刻画处理，很精致。腰部其实有2段球形关节，大家可能从这个缝隙里边看不到啊，中间是空的，而且中间的这根杆子并不是很粗。后背非常的干净整洁，仿车窗的一个造型设计啊，金属蓝漆涂装的点缀。其实给我的感觉，上手来说上半身的处理还是不错的，但问题就是这款的下半身太拉了。准甲它坐在了大腿根部的这个位置，连接处在这里，非常纤细的一个小球桩子，就是来回活动的时候非常危险啊。它为了不影响可动，所以你在转动腿部的时候，很容易把这块裙甲别到，特别的担心。但好在呢，它胯部在下方这里啊，多做了一个下托的关节，我们可以把2条腿同时的从这个角度脱开。你这样去折的话，就不会影响到这个裙甲了。胯部脱下来之后，前踢也基本能踢平，后踢也完全不会阻碍，侧踢，哎呀，这块裙甲好难受，烦死了！膝盖这里2段关节进行屈腿，从腰部以下没有任何的齿轮关节，而且这么重的玩具啊，它身上合金件非常多的，不用齿轮关节也就算了，这些轴动关节也是非常松的，撑不住啊，这个真的撑不住。脚踝左右接地反而给你做了齿轮关节，脚尖处有多做一段关节，然后就是非常讨厌的这个后腿板，这一款是可以在热破和补天式2个形态之间来回切换的，它是靠后腿板中间的这个扣子锁住上下2个不同的档位，进行腿部拉长的锁定。但是在缩起腿来的热破形态下，其实这个地方插的不是很紧啊，随便晃一晃，其实就直接拉开了，一拉开就自动把这个盖子给你顶出来了。我真的很讨厌这种松松的玩具，更何况它是刚开盒，
我刚拆的胶带，这也不是把玩了多长时间的品相，新的就这样。也怪不得这款产品的人气不高啊！1280块的售价，这么大的一个合金成品玩具，又是官方正版授权，理论上想一想应该会大卖吧。按它出货的这个节点，有铁技巧的漫画风，做得非常漂亮的成品合金，也有30 MDL 的公布。也是一个帅气的魔改，它这个造型完全忠实于 OX， 反而让现在的玩家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呆。造型设定是一方面的因素吧，主要还是这个品质的问题啊。我觉得成品合金的玩具，你也别管它需不需要那么多的齿轮关节，起码你站在那里应该稳固吧，应该把这些关节该撑的能撑得住啊。但如果你不上支架的话，静态摆放还好，稍微往起一拿，你看就成这种状态了，非常的危险。再加上设计非常别扭的这2块侧裙甲，总会在这里干涉着。不过这一套的设计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挺有想法的，玩法很不错。首先2把武器，你可以理论上当成2把手枪，也可以拉长枪管。另一个翻折出枪托。指关节虽然说都挺松的吧，但好在这2把枪是靠手心当中握着的一个卡扣插上去，握持力度还好。但是我又发现个问题，这玩意儿的肩胛也不紧，一碰就掉。只靠这么小一个扣子插在这里边，虽然说它是个塑料件，没有多少的重量，但是你在把玩插枪的过程中，轻轻一碰，自然滑落，这个真的很不爽，哪儿都松，哪儿都插不紧。感受一下这种阻尼的感觉啊，轻轻的往上一滑，这就算插住了，然后轻轻的一碰就掉了，这。胸口的合金板通过双折叠打开，里边的一些内构刻画还是非常漂亮的，有银色的涂装来进行分色。领导模块这一回也会带2枚，一个是上了金属蓝漆的，它是作为一个开关，但你在往进扣的时候要做好准备，因为扣进去就不是那么容易取出来了。而插进去之后呢，也是起到了一个在变身过程中的开关效果。往下按压这个领导模块，肩膀会自动的炸开，这个感觉还是挺帅的。另一个领导模块是可以拉开的，尺寸要更大一些。拉开以后，里边装一节 CR927型号的电池，可以发光。边缘这里还有2个小卡扣，翻折出来就可以插在手心里了。继续切换补天式的造型，把这2个非常讨厌松松的肩胛就这么轻轻一推拿下来，换上补天式带轮子，上边带着这个软胶小刺儿的肩胛，虽然是软胶的，但是也挺危险，而且特别的尖锐。往回插合就好了。倒是补天式形态的这个带轮子肩胛，比热破形态的那个稍微的卡的紧一点点，不至于一碰就掉吧。头部的更换，捏着2个耳朵往下压，这里是一个锁扣，拿出补天式的老脸，也是捏着2个耳朵的边缘夹一下，把它插进去，换上这片大的也是上面有2个非常纤细的小尖锐啊，虽然也是软的，但也挺危险。大的就有2个无损咬扣了，上下同时扣合，而且这个翅膀不仅大，拉开还可以往后折，这样你就不影响关节的360度旋转。下方这里还可以稍微的打开一点。让人非常不爽的腿部变形，这个也没啥悬念了，抠开拉长锁一档，给补天式长个个儿。但是腿拉长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更不稳定了呀！哇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所以为什么给你带来一个类似于实验教具一样很夸张的合金支架，就是干这个用的。领导模块插在手里就可以实现出来86大电影的名场面了，补天式长高高。同时对于 OX 设定的一些概念做的都还不错吧，造型可以的，但就是这个品质真的太拉了。我挺喜欢这一款的上半身，尤其这个胸口往下一按压领导模块扎肩膀的这么一个设计，联动的这些开关挺有想法的。下半身这种松松垮垮的体验真的太糟心了。你就说想给它摆一个好一点的姿势吧，如果不用支架的话，基本上站不住。
同时你想抬起腿来摆一些奔跑的姿势啦，或者说其他的夸张造型，这关节也是不足以支撑的。长高高以后的软脚虾到头顶差不多在30.5公分，到翅膀尖儿已经达到了33.5。当然，补天式设定里标志性的2把大枪契合在一起，使劲往里插，这里会非常的紧。这个把手往后握，插起来。总结一下吧，挺好的一个题材啊。OX 的那套设定图啊，是很多记忆迷友非常追捧、非常热衷的一种画风的味道吧。美型还原度这一块没得说，这是目前最像 OX 的一套产品了。又有官方授权的正版背书，那这款产品其实前景应该是挺好的吧。我当时挺看好这套产品啊，而且在当时每周刊收集新闻的时候，我也在觉得这一款挺期待的啊，挺帅的这么一个造型，我个人也挺吃这一套的。再加上价格一出来1280块，感觉性价比超级高啊！又看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尺寸，监元级别的正版大合金可动，性价比之王。但没想到拿到手以后，实物真的无比的拉胯。但最终市场决定一切，玩家现在不好糊弄了。条件允许的玩家可以选择那款铁机巧的价格更贵，而且造型看起来更加帅气的漫画造型。如果你不在乎尺寸的大小，也可以选择性价比更高的 MDL 系列。当然 MDL 好像听说那个关节处理也一般般啊，但再怎么样，那款起码个儿小，就算它松，它尺寸放在那里，不会像这款30多公分关节这么松的一种把玩体验了吧。所以最后总结，很不咋地的一款产品，白忘我当时做每周刊时候对你这么期待。那么得嘞，这款咱们今天就玩到这儿吧。